男人惊恐地发现，昨天因车祸去世的女友竟安然无恙地躺在自己身边。他惊恐万分地从床上跳了起来。You're here. Yes, and you're scaring me. 麦克不敢相信，女友明明出了车祸离开人世，怎么会毫发无伤地复活过来？丽莎见他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，以为麦克刚刚做了噩梦，于是抱住他给他安慰。感受到女友的心跳，麦克这才慢慢平静下来。这或许是上天给他再爱一次的机会。然而很快麦克就察觉到了不对，因为丽莎竟说着和昨天同样的话，做着和昨天同样的事，就连他也穿上了和昨天一样的衣服。这让麦克有些惊慌，难道说是自己穿越回了昨天？就在他准备换件衣服的时候，突然想起昨天丽莎在做饭时被热水壶烫伤，于是他急忙冲进厨房提醒 Samantha, watch out, the kettle's hot. 可这次丽莎却用毛巾做了防备，这让麦克以为昨天的悲剧或许是场噩梦。然而就在丽莎用卷发棒烫头时，手还是不小心被烫伤了，伤疤的位置和昨天一模一样。一连串的巧合让麦克再次恐慌起来。在上班的路上，麦克想起丽莎昨天被人泼了一身饮料，当看到洒饮料的人朝他们驶来，麦克急忙把丽莎护在怀里，本以为可以改变昨天发生的事，可一转眼丽莎还是被路人洒了一身饮料。麦克瞬间意识到昨天不是梦境，该发生的事情终究无法改变，女友很有可能会在今天再死一次。麦克告诉丽莎自己昨天的经历，可丽莎却认为是麦克做的一场梦。见男友越说越激动，丽莎问他梦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竟让麦克变得如此紧张。此时的麦克却犹豫了，他并没有把丽莎会死的事告诉他，而是避重就轻地说自己的手表会被碰碎。为了证明是麦克的胡思乱想，丽莎决定陪他一起去上班。两人来到麦克的公司楼下，麦克看了看手表没有丝毫损伤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或许正如丽莎所说，这一切只是巧合罢了。开会时，麦克时不时地朝门口看去，因为昨天丽莎就是在这时给他送文件，打乱了原本重要的会议。然而这次丽莎并未出现，麦克也逐渐放下了心中的担心。下班后，他和同事来到酒吧，这时麦克看到同事像昨天一样搭讪失败，就连昨天打碎杯子的台球也被麦克下意识地接住。看着手中的台球，麦克陷入沉思。他知道昨天发生的事是真实存在的，或许他可以像保护杯子一样保护丽莎。麦克立马冲了出去，他准备打车去找丽莎，阻止悲剧的发生。可让他意外的是，这辆车正是昨天女友出车祸时搭乘的那辆。麦克询问司机是否知道将要发生的事。 You're the driver from yesterday. Anything's possible. At the end of the day, my girlfriend gets into this taxi, stops at a light, it's hit, and she... 麦克询问司机如何才能阻止悲剧的发生。如果女友不上这辆车，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车祸？面对麦克一连串的问题，司机冷冷地回答 Just one thing. Appreciate her. And what you have, just love her. 显然麦克并没有理解司机的话，他想要下车去找丽莎。就在他准备付车费时，司机却说不用了。 Why not? You paid me yesterday. Hurry up. You haven't got much time. 下车后，麦克飞奔着找到丽莎，他要带丽莎离开这里，希望这样可以逃避车祸的发生。两人来到车站，买了前往乡下的车票。 Now will you tell me where we're going? You said anywhere I want to. Yes. So stop asking. Just enjoy not knowing what's gonna happen. 随着火车越走越远，麦克发现眼前的风景开始变得熟悉。原来丽莎最想去的地方竟是她的家乡。丽莎告诉麦克，她想看看麦克成长的地方。 I want to see where you became the man I love. 麦克这才知道女友竟是这么的爱他。很快他们就来到麦克的家乡，这时天空却下起了大雨。两人来到一处荒废的小屋避雨，见丽莎被雨水淋湿，麦克决定生火取暖，结果手臂一不小心撞到了墙壁。麦克缓缓撩起衣袖，最不愿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手表的玻璃碎得像昨天一样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麦克知道接下来就该女友发生车祸了，想到女友将要和自己永远的分别，不舍的泪水再也止不住夺眶而出。 If you had one day left, what would you do? 麦克想知道丽莎还有没有未完成的心愿，然后尽力去帮她完成。结果丽莎的回答却再次让他动容。 It's an easy answer. A no-brainer. I'd spend it with you. Really? Yeah, of course. 此时麦克在心中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保护丽莎不被伤害。很快雨停了，丽莎说晚上要回去参加毕业演奏会。麦克明白这是丽莎一直追求的梦想。昨天就是因为自己加班，错过了丽莎准备了16年的毕业演奏会，两人因此大吵了一架。丽莎独自打车离开，结果不幸发生了车祸。为了不让丽莎留有遗憾，麦克决定和她一起去参加演奏会。晚上他们一起去坐了摩天轮，麦克向丽莎深情的告白，他真希望时间能永远停留在此刻。回到家，麦克拿走了丽莎创作的曲谱，他把曲谱复印了很多份，然后提前来到演奏现场。他把曲谱交给指挥官，想要帮丽莎完成当歌唱家的梦想。
演奏会结束后，人们纷纷换上丽莎的曲谱。丽莎看到自己的曲谱，感到十分诧异。这时，麦克缓缓走上舞台，他向观众介绍未来的歌唱家丽莎。 Has agreed to grace us with one of her own compositions. 接着，麦克来到丽莎面前。 You don't want to let down your future fans. 在麦克的鼓励下，丽莎终于鼓足勇气，她深情地演唱起这首关于爱情的歌曲。优美的歌声令台下的观众沉醉其中。随着演唱结束，丽莎赢得了人们热烈的掌声。为了庆祝丽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麦克带她来到两人常去的一家餐厅。他把一串亲手制作的手链送给丽莎，作为她的毕业礼物。 手链上有丽莎喜欢的音符和小提琴，上面每个挂件都是麦克对她深深的爱。丽莎也早已被感动得热泪盈眶。吃过饭，天空又下起了大雨。望着丽莎出事的十字路口，麦克明白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所剩无几。他深情地对丽莎说着：“我爱你。” I love you. I love you too. I have to tell you this, and you need to hear it. I loved you since I met you. So thank you for being the person who taught me to love. 麦克诉说着对丽莎的爱意和不舍。他们一起坐上了那辆开往死亡的汽车。这一次，麦克选择坐在被撞的位置。司机看到麦克的选择，也欣慰地笑了。随着汽车离十字路口越来越近，麦克的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。两人在一起的幸福瞬间也开始浮现在眼前。他不想和丽莎分开。这时，一辆汽车朝他们撞了过来。麦克毫不犹豫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丽莎。这一次，丽莎活了下来，可麦克却永远地离开了。如果你身边也有一个值得你奋不顾身的人，那一定要让他知道你对他的爱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。所以不要让爱留有遗憾。